我觉得你应该是我的另外一个三角形，我们合起来就会是个正方形。不想要。你怎么这样拒绝我？我们大小可能不一样，拼不太起来。Salut， 我是 Sapphire。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一个话题就是你真的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吗？好，然后金桃姨，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刚开始还没有跟你真的非常熟，但是大概了解这样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你是个很没有弹性的人，硬邦邦的，跟棍子一样。跟棍子怎么说？你就是没有任何柔软度，就你不接受任何自己接受以外的事情，很像恶鬼道里的恶鬼，很奇怪，你听起来很像。对，你知道恶鬼道里面的恶鬼不是喉咙很细，肚子很大，然后永远很饥饿，可是你给他吃东西吃下去，他就呈现一种火烧，根本没有办法吸收，就很痛苦。你那个时候很像这样子，就我给你新的想法，你明明就觉得自己需要新的解答或感受，或是其他看法，可是当我给你的时候，你又像火烧，你没有办法接受。你是说那个火烧就是感觉是自己一个就是反正好像有异物侵入了我的体内以后，你就觉得其实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新的想法、新的角度，然后全身都在抗拒这样子，我觉得很惨的感觉，就像恶鬼道里的恶鬼。不是你真的很饥饿，而是你对于自己能接受的事情跟你的食道，跟恶鬼道的食道一样，就这么细，多一点对你来讲都很像噎着了，或是快要吞不下去。OK， 对，没有想到我在你的心目中是这样子。刚开始啦，对，刚开始就觉得这样应该也蛮辛苦的。好，我知道你有点同情我。也没有到同情了，就想说就你就知道恶鬼道的鬼嘛。我们会难免会想说，谢谢你还有什让我么办法了解恶鬼道的恶鬼是这样。不过我说实在的，我以前常会说，这些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好，然后要不然就是说，对啦，有时候你跟我讲说，有一方面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看一下，或者是要了解你自己的另外一面的时候，通常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在心里很纳闷，会觉得说，难不成我不会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吗？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外人来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有时候人都会是觉得应该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嘛，所以当我们就会觉得说，有时候有些东西是我要的，然后有些东西是我不要的。那对于我不要的东西，当然就是觉得那是最不适合自己的，对。所以我也可以想跟你分享我有一个朋友，那他其实呢，他也对谈恋爱蛮有渴望的，对，所以他会很希望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会想说要有一个伴侣，或是一个男朋友这样子。可是，他的生活当中呢，他其实不会在他的四周遭工作、生活这种环境里面去认识别人，对，然后他其实都会只想要在网络里面交友，这样子。好，那可是呢，他在网络里面遇见的很多人，可是不见得就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子，是这个真实出现的一个人物啊。好，所以可是他当然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诈骗的情况出现，可是他都会跟我讲说，他很相信里面的人说的，不管是对他的
赞美，或是对他说的各种的甜言蜜语，他都蛮相信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宁愿活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当中，不愿意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交友。对，他有见过对方吗？基本上就没有，就只是网络上，比如说脸书的好友啊 ，IG 的好友这样子。也不是真实朋友的朋友都怎么之类的。就不知道从哪来的。不是，通常就是对他有兴趣的吧，然后就会直接在上面交友，或是直接敲他联络啊。不是有一个说法吗？就是只看到你照片，没看到你本人，就说好爱好爱你，要用这辈子好好爱你，你人生中只有一次会发生，就是你爸妈在看你超音波照片的时候。因为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都还没出来，但他们还是很爱，只有这个时候，这才是真爱，对不对？其他都不可能，其他都不会发生的。你要先有这层认知。好，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啦，好，就是他不想要在真实世界交朋友，或许他是不想处理真实世界里面会有一种相处的问题磨合。对，对，因为我们在真实有一些相处当中，当然会对方也会因为彼此的个性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摩擦。那可能我的朋友也必须要去处理这一块，说我必须要在别人的跟别人相处当中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或许他本来就不喜欢自己。也有可能。就是他对于自己也没有那么有自信之类的，那宁愿躲在一个荧幕后面，然后一个空间里面，不见得需要跟每天相处的话，那这样子或许比较能够保留自己的空间，或是比较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是这样吗？他有可能知道他的梦会幻灭，所以他选择让他不幻灭，就让他在梦里。所以你会觉得说宁可在那个网络上面给彼此一个空间这样子。我有时候很疑惑他们到底会不会知道其实这都是假，因为我们人如果真的好喜欢对方，或是好强烈的希望跟他共处或是走久，你一定会想见面，各种方式，讲电话，视讯，然后再远都会想要去见一面，不是吗？去证实这个人存在嘛。他可以在网络上这么久都不需要见面，有一部分或许他也不愿意走出他的梦里面。所以他其实就是有一个也算是一种人设，就是在那个网络世界的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当中的一个，他就够满足了，就可以满足。对，其实这样也蛮可怕的，长期下来可能他对于自己跟那个情感关系可能也会有点扭曲吧，可能就没有那么现实。但如果没有被骗钱好像也还好，他高兴就好了，会吗？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是一个诈骗集团，他的目标还是钱吧。对，因为他们还是有 KPI 要达成，就是搞太久了他们应该也会换，就会跑掉。对，所以对啊，现在其实很少人诈骗你感情，因为感情不值钱。他就是用感情包装的诈骗金钱。对，那小心不要被诈骗就好了。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像是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很像在门缝，或是用那个门上的猫眼看人一样，其实不见得能够看清一个人的全貌。即使我们自己看自己，也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个角度看。对啊，但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别人口中的我们不是我，别人口中的你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但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
就是很多时候你碰到的人都是你的心里的投射，对，才会跑出来的，所以一定有理由，一定跟你有相关系，这人才需要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看。那你刚刚说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的那个了解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是比较难的，对不对？像你从我刚跟认识你到现在也是2-3年了嘛，对。可是你整个比较有弹性，我比较好奇是你怎么从硬邦邦硬邦邦，你是说那个恶鬼恶鬼的状态部分现在比较像人一点，变成比较像个人，然后比较像人了，能接受新的知识，这个接受新的观念。我觉得了解自己是一个蛮痛苦的过程，对，因为有一点像是你要去往内求，去看一下你的内在的不足的地方，对，那个部分可能是你以前刻意把它遮掩起来，不愿意去面对的，或者你是知道，但是我想要刻意忽略它，对，那可能在你面前就会显现出来说，那一个习性是我之前其实不管是不是有意无意，可能我不想要面对的部分，就像你说，我可能能够接受的范围很小，对，我觉得以前真的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觉得我喜欢什么东西跟不喜欢什么东西，我都会觉得那个是因为我非常能够明辨出来我的喜好，对，那但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是一种分别心对，可是我会觉得那如果有一天我没有所谓的喜好，那就可能不是我啦，对，所以以前我可能会对于比如说但或许喜欢没错，可以喜欢，但有必要不喜欢的这么不喜欢吗？这么厌恶吗？因为我就觉得那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部分啊。对，因为如果一旦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就是干脆什么都不要，我就会想要整块都你也不想了解。我会觉得说，好，我会觉得假如不是我喜欢的，那我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去理解它或是接触它。对，那可以跟你说一个秘密，你应该都知道，就是我在情感关系上面，其实我也是这样子，就是以前我会觉得，如果第一眼我们或者是说我们一开始相处才刚聊天，我会觉得这个人跟我好像在话题上面没有办法有一些互动，或者是说我们的观念没有办法太契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那就不需要再有后续的相处了，连朋友都不需要做了也没有到朋友啦，如果说今天就连朋友都不是啊，没有吧没有啦，就是会如果说他今天是有那种其他的就是情感的那个企图的话，我会觉得都不需要试试看，就可能才刚讲完聊完以后就可以不用再继续试了。所以你即使他要跟你当朋友也不用了，当朋友是 OK 啊，对啊，对，然后所以我的一直以来好像都是用这种方式，对，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命中率也蛮低的没有命中率这件事，对啊，就怎么会低成这样对，所以其实是我应该是那个很有实力单身的那一个对，因为就觉得我不需要再多试这一些对，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好像也不是这么的了解自己对，那因为我一开始就说啊，我有一部分不太能够接受自己那么
不好的那个一面，可是因为它就是一种习性嘛。不好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比如说有时候会太过，就像刚刚我说的，就是太过绝对，就是我只想要这个，不愿意接受，只想要 A， 不愿意接受 B。当然我不会是说你一定要什么乱谁来都好，但有时候我如果把它想成吃饭好了，就我只坚持某一家的牛排，其他我都不要。那通常你真的那么喜欢那个牛排吗？就除非你试过很多家，你才知道说那一家是真的我最喜欢的。理论上逻辑上是这样嘛。但是如果你根本没试过，但你坚持只要某一家的牛排，这就有点奇怪。你等于让自己失去了很多尝试别的熟成的办法、煎的办法、口味的办法、调理的办法、搭配的办法的可能性嘛。对，除非你已经都试过了，那你说你只教那一家，我觉得那好像可以理解。但你明明都没有试过，对，你又那么坚持只要那一家，就会觉得让自己就是失去很多可能性，或者是很多机会，或者是去真正理解你自己喜好的。因为如果你其实没有试过牛排，你也不知道它什么味道，你说你只要那一家的牛排，可信度不高。就你的坚持要的那个执着很奇怪，对不对？因为其实你根本没尝过，可是这些你要的所谓的期待跟想象，都不一定是你真的喜欢的。你搞不好觉得这家牛排煎出来，你发觉太油了，或者是你很不喜欢它的配菜，其实这个不是你要的。你喜欢更单纯，或是更便宜、平价一点，随便煎也没关系，但可以吃到饱的，对不对？对，所以我之前也常会被人家讲说，在感情上啦，我们可能会喜欢这个人，或许不是真正是他真正的样子，所以我们只是用想法，用自己的想象来模拟出来他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样子可能是我为什么会喜欢他，只不过是存在自己的想象当中，而不见得是真实的他。对，然后我描绘出来这个人的样子，只是符合我要的样子。对，那就像是我们看别人一样，其实也是隔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沙子啊，是一个沙啦，然后这样去看待。那我想对于自己应该也是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看到全面的自己。对，我现在比较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也不是真正看到别人，就像你刚刚说的。对，我现在比较能够允许自己接受比较不完美的缺失。对，因为以前我是会真的会对于自己被点出来的那一个习性部分，我会蛮生气的。但不是因为你点出这样的习性对你生气，而是对于自己的那一面，我不好的那一面，我会觉得蛮气自己。对，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改掉？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很想要去做一些改变，但是那是在想法上面，可是在行动上面真的就会缺乏一点。因为不晓得怎么改吧。对，一方面是不知道怎么改，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说因为那是一种习惯，还有要改什么？对，有时候改变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你要把自己原本的样子，就像比如说原本我可能是一个三角形，那硬要把它捏成一个圆形，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部分不见了。有捏好还好。也没有说真的不能变圆形。
对，幸好有比较像人一样。你从三角形里面画一个圆，它其实也是可以选，把自己的就是有棱角不同切掉，就有不同的它当然变法，不会是真的还是三角形，但它也不是不能边缘形，对对，或是外面圈大一点。对，因为可能我一开始很坚持，我一定要是三角。对。那现在就是说，你可以有其他的可能啊。那我就会觉得，那些放进我生理里面的东西就不是我啊。可以，你看哦，其实你坚持你是三角，但是其实外面画一个圆，你里面还是三角，或者是你的三角里面再放一个圆，你还是可以包容这个圆，你依然是三角。对。所以不代表你只能是三角，可是我以前就是想要当那个 7-Eleven 的三角饭团，但 7-Eleven 三角饭团很容易撕到断掉，然后变两半，它也没有真的三角。可是我以前就坚持嘛，对啊，这就是我的执着，我就是想要，而且我看起来是这样。饭团你捏用力一点，它就是圆的。它也没有啦，真的吃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它捏一下。对啊，就其实你一样可以兼容别的样式，但还是保留你的三角形，对不对？对，但是以前我就不了解自己是可以把自己变成不同的形状的人。如果这样讲，会不会三角形是你自己的底线？底线，比方是一个核心价值，是一个三角形，你变成圆变成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内在核心的三角形一定要在，对不对？我觉得你应该是我的另外一个三角形，我们合起来就会是个正方形。不想要。你怎么这样拒绝我？我们大小可能不一样，拼不太起来。不要这样子拒绝我。就可以稍微并一下，但是放久可能还是有点不合。好，你都这样说，直接在这边拒绝我。对啊，没有，我是这样想啦，会不会我们不代表你只剩下三角形？对啊，因为这样听起来就是它有很多无限的可能嘛。就像你刚刚说，找另外一个三角形拼成一个四方形，对，或是长方形，对，那或是就是把自己不够完整的地方补好也可以，或是两个都是三角形，去变成另外一个漏斗形等等的梯形等等，对啊，对啊，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当我们把自己的开放自己啦，就是让你自己有更多可能性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我好像不需要执着在原本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好的地方，这样。你那时候会是觉得我一定要完美啊？你认为三角形才是完美？就是有自己的角度嘛，你就会觉得说，我要这样，我才觉得会比较舒服。对，就是有一部分是我觉得习性就是这样，你已经习惯这样子思考的方式，这样子做的行为，那一旦你要逼迫自己再去做更多，或是要去改变一些什么，抛弃掉自己原本的框架，这就有一点点就会开始辛苦。那我就觉得说我有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对，因为起头其实是真的很难。因为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就是要折中牺牲掉嘛，你不可能永远抓住你原本觉得好的东西。对，那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说，原来我如果也愿意稍微放弃掉自己的自以为是的那个好的部分，那或许可以比较不一样。对，所以这样子到现在这样变得比较有弹性，跟之前比起来会比较轻松吗？舒服一点，快乐一点。也会啊。对，因为我现在在学习说，就是我之前抓住的那些东西就蛮像一种执着。你就是不断的一直觉得那个是好的，
那你就是非常只想要那一些东西，就是陷入一种执着。那我就会在情绪上面也会比较容易，比如说很容易开心啊、生气啊，这些都会被牵制。对，所以我现在觉得有时候学习一些佛法里面就会有提到说，当你真正能够标记出来你现在的一种情绪或是一种感觉，好，你知道自己是生气啊、难过啊这样子的感觉，或者是刚刚的比如说我执着、我贪求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一旦知道这样子的感觉存在，这种感觉就会消失，那我就可以整个从那个所谓的贪嗔痴里面跳脱出来，解脱了。对，不要再为就不会为了那些事情受苦这样子。确实啦，对啊，就以前我会比较想要斟酌，跟你讲的东西到底你会比较听得懂，不是听得懂，你一定听得懂，但是要平静的接受，对，其实很难，很难，对对，因为以前一讲的时候就会很想哭，会觉得自己很不好哦。会啊，就是刚刚讲的啊，我就是觉得很气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做到啊？就是我会一直，就是当你就是有时候会想要改变，但是那个会一直不断地跑出来旧有的自己，对，你就会一直回去原本的样子，你就会有时候也会生气，说啊怎么办？我就是做不到这样子。对，这是需要练习。然后你一定会前面会有一种我做好烂。或是对就是为什么别人好像一下就改了？对，就是阵痛期了。但这都比觉得我没有错，我没有问题来得好，我不需要改，来得好吧？对，你如果就是我觉得我们只要有那种怎么会进步那么慢那种想法的时候，我觉得都还是在好的路途上路程中，其实因为你有希望不一样，对，我觉得这是需要练习，所以练习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确实，对，不管是你的心理的部分，或是你在行动上面愿意接受不一样的方式啦。对啦，就多一个角度。就如果你要的话，我们会说，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是我一直都站着看东西，我至少现在愿意弯腰不同的转头，去看后面，也有风景，对，因为你已经习惯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刻意的用不同的角度或是来看的话，就会不一样。对啊，因为就像我们住饭店，有时候是山景，有的是你如果没有住到山景的房间里，你其实永远不知道那座山有多美，跟你再怎么形容那山有多美，你没看到，你没有往那边去，你就是看不到，你没有转，你就是看不到。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改变很多，对吧？对，是啊，改变很多，所以赶快称赞我一下，好棒，好吧，那这样子我得到我要的答案，好，可以了，结束。好，那我们今天要说拜拜咯，拜拜。